大家好，再次恭祝各位申万频道的旧雨新知，身康体健，岁岁安康，月月顺遂，富贵吉祥。那么，为什么申万我突然要再次重复这些好话？因为这些好话太重要了。中国有一句老话说得好，也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结果，娱乐圈顶级清流赵丽颖身上，就在这个月的这一天，一股脑的一大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果子浮出了水面，挂满了春节的枝头，明晃晃的是时辰到了。所以申万我曾经专门开篇深扒过的阴德的概念，以及硬核过的念念不忘，爱必回响的奥义。时间老爷爷果然一次过让申万我的铁口不断镶金边，都快成金口了。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可以说，今年终于有机会和赵丽颖同场同框的一位。申万我曾经专门开篇过，甚至几乎同命齐名的草根表表者，绝对感同身受得到申万我时常描述的一种叫做春风化雨，苦尽甘来的东西。从去年的央视压轴，到今年的2次连轴，赵丽颖今年在最高舞台上的最强出场和双重身份，您能读得懂吗？可以说，这个本命年，赵丽颖比谁都率先尝到了幸福无比、荣光无限的果子，这跟她的努力和实际离不开。同样的，王一博也在默默的奋斗当中，为着同样硕果累累的实际。只要他像无名一样幸运的遇到一个比梁朝伟更好的大牛。为什么申万我这么肯定呢？因为念念不忘，爱必回响。2023年1月20日，人民法院报发布公告，称一平台用户因对赵丽颖女士进行造谣侮辱，一些诽谤言论对其名誉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所以特在此道歉，并且现在该账号也已经注销。据悉，这次赵丽颖连告3位黑粉，是因为这3位均在社交平台上多次对其进行造谣，损害其名誉权。相关图片中包括一位被告发布的道歉信。网络从来不是法外之地，即使是在网络上，每个人也应该慎重的使用自己的言论自由权。损害他人合法权益，就应该要想到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这一次被侵害了合法权益的赵丽颖没有选择无视，而是选择用法律做武器。而在1月20日，人民法院报公告也告诉大家，这2起网络侵权案件一审均胜诉，这次3位分别赔偿了22800和55000元。可能对于黑粉来说，这些钱并不足以对自己的生活造成多大的困扰，但是这却是一次警告，告诉一些人，虽然明星对于黑自己的言论有一定的容忍度，但是在每个人的心中一定都要有一条红线，绝对不能触碰法律的底线。这次被起诉的人是内娱某明星的粉丝，不难猜出，对赵丽颖进行造谣是因为觉得赵丽颖的作品足够出圈。不可否认的是，在娱乐圈中，好的剧本、好的资源有限，但是导演会选择对角色最有利的演员，而作为粉丝需要做的就是支持正主的作品。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作品，可以选择不看不听。对演员本人进行造谣是最不可取的行为。申万我感觉这一石三鸟同时落地，赵丽颖当晚算是可以同时加3只鸡腿犒劳自己了。而且就在同一日，1月20日，官媒正式放出了2023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节目单，看点多多。因此，大家在除夕夜除了家人齐聚共贺新春，与此同时还能跟着央视春晚追看自己喜爱的明星和节目。作为开场嘉宾，赵丽颖还有一首独唱歌曲《满庭芳国色》，伴舞的则是唐诗逸等5位专业舞者。这一节目还是创意节目。赵丽颖去年爆红了多部不错的电视剧，登上春晚的舞台也绝对算是荣誉加冕，实至名归了。而且背后的暖心、因果和后续还没完。近2年电影市场因众所周知的原因异常萧条，今年票房更是跌回4、5年前的水平，但春节档却依旧称得上神仙打架。为什么呢？因为原因很简单，申万我铁口说过，疫情放开了，市场放开了，人气放开了，问号也放开了。有张艺谋执导，沈腾、易烊千玺领衔主演的《满江红》，有吴京、刘德华领衔主演的热门口碑电影《流浪地球》第2部，有梁朝伟、王一博领衔主演的《无名》，3部预售票房均已破亿，也有雷佳音、张小斐领衔主演《交换人生》，知名国产动画片《熊出没》最新影版。赵丽颖都发博改头像支持的动漫《深海》，
以及邓超喊来了大半个娱乐圈转发微博支持的乒乓，个个大有来头，有知名熟脸演员的超强班底，或者是独一档的动画片、动漫。今天着重来讲讲由顶流易烊千玺二番主演的《满江红》和顶流王一博二番主演的《无名》。这两部电影单纯从阵容来说，《满江红》更胜一筹。张艺谋执导，除了沈腾、易烊千玺，还有张译、雷佳音、岳云鹏、郭京飞、潘斌龙、欧豪、魏翔等一众实力派演员。《无名》是程耳执导，梁朝伟、王一博领衔主演，周迅、黄磊特别出演，大鹏、王传君主演，还有江疏影、张婧仪参演的谍战悬疑电影。除了阵容，还得看看宣传。现在早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的年代了，宣传至关重要，能让观众产生兴趣和走进影院的冲动，是决定鹿死谁手的决定性因素。张艺谋开始了固定的宣传方式，观众鼓掌。申问我说过，张艺谋数十年如一日喜爱观众鼓掌，以证明影片质量上乘。十面埋伏鼓掌30分钟，影观众起立鼓掌5分钟，轮到了《满江红》，是观众罕见的3次鼓掌，这种夸张刚刚好回应了3年的虚度光阴，真的是有点意思。您感觉呢？反正申万我觉得真的是冥冥之中。再说说《无名》的宣传，可以说王一博是不遗余力拼尽全力了。王一博带着导演程耳先去参加众多网友关注的 GQ 时尚盛典，又在跨年夜接近0点时刻让东方卫视播放《无名》预告片，合理推测就是东方卫视愿意宣传《无名》，王一博才选择在东方跨年。紧接着在湖南卫视小年夜演唱主题曲《无名》，几个关键节点全部将《无名》放在首位。王一博这宣传架势，赐个《无名》宣传标兵真不为过。易烊千玺因小镇做题家事件很少发言，可能害怕拖累电影，没啥动静。跨年小年夜各类活动能推则推，基本没去。微博热搜2个电影都买了不少，必要的宣传费省不了。流量粉方面的努力，私自粉也因某事件影响学会了隐藏锋芒，很少见他们到处蹦跶宣传，大多是默默支持，他们内部有群并展开一些包场活动。只是让人不太明白的是，把钱通过支付宝打给负责人有啥用？自己在当地买票请亲朋好友看不行吗？不香吗？与此相反的是，王一博的真爱粉可能是感觉到了王一博的诚意，加上《无名》是王一博首部上映电影，以及《无名》排片很一般，他们现在买票时，居然采取了从4周向中间包围的方式，将最好的位置留给路人。大家想想看，走过路过的路人坐在衣香鬓影、旗袍姐姐的爱心中间，一边荡气回肠，一边心猿意马，是不是很暖心呢？这种意外巴士收获惊喜的脑洞设计，是不是会让路人幸福之中秒变路人粉呢？会不会跟着回家就洋洋洒洒写下更多感人的影评呢？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问我。无论如何，真还是想不到摩托姐姐的这种超暖心、用爱包围的操作方式。当然，王一博粉的包场还体现在可以更改影厅名字，改的名字五花八门，有博君艺校厅，也有王一博男1号厅，因王一博是2番男2。这个名字也被一些网友诟病。总而言之，宣传方也努力了，流量粉也不遗余力，满江红、无名预售都已破亿，都算开了好头。之后鹿死谁手就看口碑了，口碑会影响观望的潜在消费者对影片的选择。申万我接下来会继续拭目以待，因为王炸姐姐的实际、口碑、后续和各种源源不绝、从天而降的红包红利，已经让王炸弟弟有目共睹了。如今赵丽颖在演艺圈内是炙手可热的艺人，更是名副其实的一线艺人，她的片酬也是远超一般艺人。耕耘行业多年，早就积累了丰厚的身家，但是她从不炫富，而且还在力所能及的默默做着慈善事业。值得一提的是，本月14日，有受到过赵丽颖资助的学生晒照发文感谢她。资助人说，多亏了赵丽颖的资助，自己才能顺利考上上海传媒大学，现在成了一名练习生，希望能报答赵丽颖。为了证明确实得到过赵丽颖的资助，他还晒出与赵丽颖的合照。从合照来看，赵丽颖当时的面貌还比较青涩，应该是早年期间。赵丽颖把胳膊搭在一名孩童肩膀上，很显然这个孩童就是资助人，如今已经长大了。被赵丽颖资助的人还晒出了自己的近照，已经长成了一个帅气的男生。
从穿着来看颇为讲究，现在应该生活的不错，但从外表穿着来看，谁也想不到这个男生曾经生活困难，以至于靠着赵丽颖的资助才能完成学业。该练习生还晒出了一张背景照，是吃西餐时的画面，桌子上摆放着几瓶名贵的葡萄酒，也间接证明练习生如今的生活挺滋润。再说当练习生也需要花不少钱，或许靠着自己的努力已经脱离了困难生活。从男生的配文中知道，该男生选择了与赵丽颖相同的职业，他虽然没有透露在哪家公司做练习生，但是出道以后少不得与赵丽颖见面。有了这层资助关系，想必在圈内也能顺利不少。正因为他太过高调的炫耀，也被不少人质疑用心不良，引发了网友热议。有人说，不要消费赵丽颖就是最好的报答，还有人质疑他在蹭热度，正常的报答是默默守护，而不是告诉全世界。这就像新万我最新深扒和最早硬核的张桂梅校长，的的确确都是行在暗处，积聚天上的福杯满满。所以前段日子赵丽颖见到张桂梅，止不住的梨花带雨，就是惺惺相惜的彼此感念。行善真的行在暗处就好了，最后眼泪说明了一切付出与收获，这才是行善的要旨。说起来，该男生确实有蹭赵丽颖热度的嫌疑，现在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小白，如今却要进军娱乐圈。如果想要一举成名，蹭赵丽颖的热度无疑是最佳最快的选择。虽然这种行为容易招惹非议，但是效果是很明显的。正因为这种行为容易惹出争议，这也是留言区质疑他消费赵丽颖的原因。只是发了一个动态感谢赵丽颖，就为他吸粉好几千，确实效果很好。赵丽颖虽然身家上亿，但是她并没有一味享受。虽然她出身农村，家境不好，从小习惯了节俭生活，但是她在慈善方面出手大方，为灾区捐款捐物，芭莎慈善业一掷千金。赵丽颖这些年来不知资助了多少人，但是如练习生这般高调感谢的人却少见。即便吃瓜群众明晃晃也是希望赵丽颖的慈善行为不要成为别人利用的工具，有能力后要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这或许才是赵丽颖希望看到的。无论如何吧，申万我特别高兴的是，这些日子张桂梅、赵丽颖算是让全中国所有念念不忘的人们一同感受到了各式各样感天动地、爱必回响的威力。包括这位受资助的小同学，无论他晒没晒，其实赵丽颖的福杯再次满泻了。申万我的直觉，您认同不？现在王一博的杯子也要准备开瓶了。要知道，黑粉们一直都说王一博是无名最大的路人劝退点，所围绕的关键词无非都是丑、演技差、资本要挟等等。客观来说，王一博的颜值和演技依旧各花各眼。先说前者，王一博确实不算是标准演员脸，从预告片呈现出来的感觉，就肉眼可见与其他演员差距还是有的。无需拿梁朝伟、周迅这种演员咖来对比，就说无名里面的新人演员张婧仪吧，她确实和传统意义的美女演员相比，颜值不够亮眼，比方章子怡、张柏芝等等。但她的骨骼感还是很明显的，在光影的搭配下能够呈现角色的情绪，也就是常说的故事感，在某种氛围加持下，你还是能够感受到她的第一眼别致与符号性特征。相比之下，做演员，王一博的颜值确实属于骨骼感不太明显的那一种，这也是大部分爱豆都存在问题的。比如已经在坐牢的吴牙谦，曾经在舞台上也是赫赫有名的天神，但到了电影之中也显得泯然众人矣了。王一博长相上确实没有太大优势，但也有充分想象的空间。就像那个被人万般踩踏的资本咖刘浩存一样，虽然属于淡颜系，但刘浩存极其普通的长相，却也同时给人比较干净的白纸直觉。所以对美学敏感的导演通常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比方申万我提到的国师张艺谋大导演专门调教的1秒钟，就让这个路边随便一抓一大把的刘浩存神奇脱胎换骨了。说到这，值得一提的是，有一次记者问大导演张艺谋和谁合作最舒服，结果张艺谋说梁朝伟是更好的演员。请注意，这话说的可谓滴水不漏，要知道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于是乎更好这个词在国师的嘴里算是点睛一把梁朝伟了。再比方说，程耳在采访中提到，
剧本完成后，他几乎在脑海中想象了主要角色的最佳人选，而王一博出演也是他亲自选定的。他提到，王一博身上有一种沉默的特质，打动了他。他认为这种气质和剧中人物非常契合。在合作中，王一博也表现得出色。所以说，如果王一博的个人特质和人物角色十分匹配的话，他的长相或许比他的演技加分了。通过这一部《无名》，毕竟演员和角色相似度高也是非常重要的。程耳是一个个人风格非常独特的导演，这一特质不仅表现在电影美学上，也体现在叙事结构上。非线性叙事，更通俗一点来说，就是打乱时间和空间的正常顺序。这样的好处是可以迷惑观众，让你猜不到开端，也不容易猜中结尾，和谍战这个题材算是相辅相成。但同样的，这样的叙事风格会显得影片非常凌乱，让人觉得云里雾里，虚头巴脑，看不大懂。只能说线性叙事真的是爱的人非常爱，不爱的人也会觉得故弄玄虚。不过这次从预告片也能看出，程导这次增加不少打斗戏份，说不定会能在一定程度中综合非线性叙事带来的零散感。总之，申万我之前聊过，故事是忠于演员的，所以本子造就了赵丽颖的今天。同样的，也包括那个和赵丽颖一模一样，草根出身、群演近身的王宝强。有趣的是，今年诡异的2023年，这个王宝强在时隔15年之后再上春晚，和杨紫、王宁合作小品马上到。2008年的春晚舞台上，王宝强和严学晶、冯巩一起合作了小品《公交协作曲》，唱了《农民工之歌》。一晃15年过去了，王宝强经历了种种，从一个青涩稚嫩的小伙子变成了成熟大男人。现在不仅是演员，还是导演，王宝强再一次回归，就像是涅槃重生了一样。这感觉就像离婚后的赵丽颖，结果赵丽颖用了2年涅槃重生了。光看时间的长短，是不是让人唏嘘不已呢？这次赵丽颖不仅化身开场嘉宾，而且赵丽颖还有一首独唱歌曲《满庭芳国色》，伴舞的则是唐诗逸等5位专业舞者。这一节目还是创意节目。今年赵丽颖出演了多部不错的电视剧，登上春晚的舞台也算是每年进步一大步。实至名归年年归，在这个全国最高荣誉、万人挤崩脑袋的央视春晚舞台上，视角永恒359度，观点永恒与别不同的申万我，可以说赵丽颖合唱的身份算是代表了和幸福一角，赵丽颖独唱的身份算是代表了许半夏的角色，一人一个省的争抢，超级的完美，完美总结了过去1整年的汗水与收获。您说对不？赵丽颖现在属于能驾驭的类型很多，而且国民度也高，几部作品成绩都不错。之前上星剧收视也在，对她来说还是想搞好演员的本职工作的。后续还有500的犯罪片《虎狼之间》，配置班底都不错。这部赵丽颖肖央虎狼之路2月云南开机。美女与丑男的2搭治愈剧，您期待吗？反正申万我的铁口还在发酵之中，单其中一个丑字，您认识到了多少威力呢？这就是依旧诡异的2023年，也是赵丽颖大开大合的2023年。那么王一博呢？